好，我是狒狒，我现在在中越边境中国这一侧，云南省红河州的河口县。目前这个位置呢是位于我们酒店的阳台。我们今天住的是一个公寓式的酒店，这个是个高层，总共有30多层。我们住的是27层。这个酒店就在中国和越南这个界河红河的岸边上。从这个角度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啊，下面就是我们的界河红河。我现在这个位置距离河岸边直线距离就几十米，不到100米的样子。这边呢就是中国的河口，河口其实是一个县，是个小县城，只有9万多，不到10万的人口。但是从这儿看起来呢，县城建设的还是可以的。对面呢是越南的老街省，老街其实在越南的北部算是很重要的一个城市了，属于那个红河三角洲的经济区，比较的发达哦。老街省大概有将近20万的人口，肯定是要比我们这边一个县的人口要多一些的。但是从这个地方看的话，对面就显得落后了特别多，整体看上去还是一副正在建设中的场景。整体来说呢，基本相当于我们中国在90年代的样子，整个城建来说各方面。我现在所在的这个河口县呢，全称叫做河口瑶族自治县，属于云南省的红河州，这也是我们国家唯一的一个瑶族的自治县。站在这里呢，看到对面的越南，真是特别的清楚。这个白色的建筑是越南那边的一个教堂，那边不知道是学校放学了还是怎样的，突然那个越南的广播开始了。现在我们站这特别清楚，能听到对面那个越南广播在一直用越南语说着什么。我现在呢就顺着这个红河的岸边在走，再往前走呢，前面就是我们的河口口岸了。这个口岸历史也是比较悠久的，在清朝的时候，1890几年的时候，它就是一个通商的口岸。然后在近代呢，就是到我们中国改革开放后79年呢，暂时的关闭了，93年又重新开放的。河口这边的交通还是很便利的，这边有红河的航运，还有一条跨国的铁路叫滇越铁路。另外这边的国道啊、高速啊、路网都是很发达的。目前河口口岸的货物运输暂时正常，但是两国人员是严禁出入境的，因此我们在河口的越南商贸城里见到了大批滞留在我国的越南女孩。有些已经在当地成家，嫁给了中国男人。在这边多久了？我在这边6年了。你普通话真好。6年了，天天说普通话。你家是哪里的？我是河内的。哦，河内挺好的。这个多少钱？这个我给你80块。80。不会断了吧？不会，你用过多少年木头刀？哦呦。你替你忍的吗？这个叫什么木？红天木，你替你忍的吗？红天老板，你们都是越南的啊？这是从你们越南进过来的是吧？是济南拿过来的。老板，那你几年没有回家了？我2年了。你是越南哪里的？老街。哦，我们家好近，就隔条河。这边每家每户卖的东西都差不多哈。对的。吃的包括饼干和那个咖啡、咖啡、巧克力，巧克力，还有案板，对，还有就是梳子、镜子这种。这边全都是越南人还有鞋和香水。对呀。这个中国越南城里面全部都是越南人，但他们在这边待的时间长，所以中文还可以交流。对。这个啥嘛？哪个？这个是鲜小膏药。哦，这个青草膏。哦，这个抬过你身上，这个最好用。你们都是越南的是吧？这全是越南的哈。对。哦。你普通话蛮好的，中文蛮好的。你要西文要就是这个。这是驱蚊的哈。这跟我买的这个差不多，都是这种活络油。这个不活络，这个比这个好，这个是药，这个是膏。这个多少钱？这个25块一瓶，你买这个便宜。哦，这药这水啊，就跟风油精一样。有什么？啊？老板说我们这个是一种水，然后这个是药膏。这个像清凉油，这个像风油精。对，我觉得就是这个区别。对，清凉油和风油精。苦一点的，甜一点。我喜欢苦一点的。苦一点，你买这个。哎，好像是这个哎，差不多，还不太一样。我保证东西给你这个最好喝。多少袋，老板？你拿来最后28包一袋。多少钱？这个25，一包一盒。
咖啡多糖少奶少。但是这个是咖啡少糖多奶多，就是西贡咖啡，就是2个口味。对。你在中国几年了4年了。4年，10年了。10年了。我说你中文这么好呢。好的。我们去越南就只学了2句，新潮，干，还有干干。在这边做生意的基本上都是越南人。哦，是的。中国这边经济条件应该比他们家那好一些。肯定了嘛。那在这嫁个中国人挺好的哈。对呀。肯定了嘛。是吧？在这嫁个中国人，生活应该还可以，不用干活了。去哪儿干活肯定要干的。对。是要干的。你要看给嫁给什么条件的嘛？你要嫁给条件好的嘛，肯定了。我们刚刚从这个中国越南城里面转了一圈哈，里边卖的东西都是比较雷同的，每家每户卖的都差不多。然后我俩转了一圈，买了一盒咖啡，买了一盒那个就是蚊子咬完之后抹的那个药膏。对。然后里面全是越南人啊，还有一些已经嫁到当地了，有很多，不是一些。刚那个中国老板说是这边有好多越南女孩在这做生意，然后就嫁到这儿，嫁给中国人了，因为嫁给中国人的话，还是比他们那边生活条件要好很多的。对。我们打算在河口停留3天，为大家呈现更丰富的边境风光。大家好，我是狒狒，我现在在中越边境云南河口。我们今天呢，准备去看一看中越这边的货物公路运输。昨天呢，我们是在老火车站那边，可以看到一趟趟拉着那个货物的火车，从那儿是可以过去的。然后其实呢，这边除了铁路，公路也是畅通的。两边的卡车呢也是拉满了货物，一趟趟往返于2国之间。我后面的那座桥呢，就是一座公路大桥，它是横跨在中越2国的界河红河之上的。然后那个桥上面一辆一辆的卡车往返于2国之间，满载着货物。那前面再走一点呢，就是中国这边的一个货运站。我们准备到跟前去看一看，看那些卡车都拉了什么东西。我们现在站在这里呢，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对面的一辆辆卡车在开往那个方向。那一块呢，我们从酒店楼上也能看到，它是一大片就是类似于仓库的地方，应该是所有货物的一个中转站。刚刚过去的几辆卡车，就看那个车的那个样子形状，一看就是我们中国这边的车。车牌是哪儿不一定，但是一定是我们中国这边生产的。我们现在在河口口岸这边海关的查验区，这些货车呢都是越南的车，他们现在要出去自己的国家。像这一辆呢，这个车头跟我们中国的还是有所不一样，他们那个司机后面的休息室特别的大。这一辆呢是我们中国生产的中国重汽，但它的车牌挂的是越南的，这个车应该是重汽出口到越南的一辆车。我身后的这些卡车里都是没有司机的，这些卡车的司机呢，在从越南那边进来的时候，在越南的海关边检那块就下车了，然后车是由专门的人员开到我们这里，再由我们这边穿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开去指定的地方。所以这块呢，虽然每天车来车往的，但实际上还是非常非常安全的。对面有一个韩国现代的一辆那个应该是冷链车，那个车。他们那个车头跟我们都不一样啊，这个也是同款蓝色车头那辆，然后这个是一辆 Costco， 也是一个集装箱的车。我们现在已经进来这个北山货场中间了，这块应该是所有卡车在这儿的一个中转。开卡车的司机小哥跟我们说，这些卡车都是越南从美国进口的2手卡车，因为欧美司机比较注重舒适性。这些卡车设计的内部空间很大，且功能多样，所以越南的卡车司机比较偏爱美国的卡车，即使他们都是2手车。和这个驾驶越南货车的小哥攀谈了一会儿，这个小哥看到我们对这个卡车很是好奇，并邀请狒狒上去体验一番，并说卡车过关的时候已经全面消毒，不需要担心。我现在在越南的卡车里面。哇，这个车里面所有的仪表都是英文的，前面这儿都是越南语，
他们后面真的特别的豪华啊！看他们后面有2张床铺，每张床铺都是1.5米左右，上面那个窄一点也有1.2米，跟房车一样。然后里面还有一个特别大的，这个是像保险柜的样子。然后这是一个车载的一个小冰箱，里面他们刚从里面拿冰水出来，太酷了吧！这里边，看他们这个车是什么牌子的呢？这个叫 International。国际 International， 这个中控啊，还有这个档位啊，挺好玩的。我以前没上过卡车，这卡车太酷了，太好玩了。那他们的一些他们放的那个摆件啊，佛教的这些东西，太酷了。拜拜 ，Costco， 拜拜拜拜。刚刚那个帅哥呢，让我去车上参观了一下，车里面真的超豪华。我们从外面看就感觉它那个卡车车头比我们中国的车头要大1倍。进去之后里面什么都有，有2张床，床还挺宽，然后有柜子，有冰箱什么的，挺豪华，跟房车一样，真的是挺厉害的。你知道这些卡车在这里查啥吗？就是这个环节这块是机检，他们叫机器检查，就还没有到人工查验那一步。这块就是只是那种杆儿哈，杆儿上应该有各种那种检测的设备，可以查车里面的一些有没有装违禁品啊什么什么的。然后再往前面开，就到刚刚我们待的那个口岸那儿了，那就是人工检查了。人工检查就把那个车的箱体全部打开，要去里面人工去检查里面的货物是不是合规合法了，是这样子。所以这个海关这边其实有好几道程序呢，好几道流程要走。